你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天水排迁休多愁，日寇美地有堪忧，奈何百姓难买账，笑指杭州作汴州。有网友替喝粪水的杭州市民在网上暴动，也算替他们出了一口心中恶气。2025年7月16号，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和仁和街的居民打开水龙头准备洗菜做饭，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股黄浊的水流喷涌而出，夹杂着浓浓的化粪池臭味扑鼻而来，简直让人胃里翻江倒海。有居民形容，这味儿像是死老鼠烂在水管里，还有烧焦塑胶或烂螺丝的怪味。有人洗澡后发现全身裹着排泄物的气味，当场崩溃。更惨的是用这水烧饭泡茶的，喝下去才后悔莫及。一位住在良渚文化村附近的居民说，16号晚他洗鸡腿时闻到恶臭，并且越洗越臭，后来索性扔了食材，冲去超市抢纯净水，结果发现超市里的水早就被抢光了。好在老板连夜拉货才没涨价，有的居民实在没辙，跑去崇福山接山泉水，一天光买水就花了150块，荷包直喊疼。更气人的是，有人用这污水洗完澡又臭又痒，洗脸的更惨，眼睛都红了。用这水做饭烧开水的，简直是全家要到天上去。总而言之，这水看起来像粪水，闻起来更像粪水。最惨的是一位孕妇，使用了这水后吐了一整天，急得打电话问水务局，这水到底有没有毒，会不会伤到肚子里的孩子，却只得到一句请登记后续反馈，气得他只想砸电话。为弄清究竟，有居民拿毛巾裹住水龙头放水，没到1分钟，毛巾就染成浅褐色。还有人在夜里11点用纸巾包住水龙头试水，纸巾瞬间变黄，水色跟泥汤似的。用花洒放水只30秒，过滤芯就变成了黑褐色，活像泡过粪坑。更让居民们愤怒不已的是，水务公司其实早在上午9点就检测到了水质异常，可却硬生生拖延了足足8小时，直到藏不住了才通知。杭州喝粪水事件迅速在网上炸开了锅， X 和抖音上到处是黄水照片和发黑的过滤芯视频，居民怒气冲天。有人爆料说是调度系统搞乱，把排污阀接到供水管了。还有传闻指余杭分局良渚派出所发出通告，表示事故原因是杭州水务集团某刘姓干部因不满新任董事长空降上任，于6月29号修改管线连接指令，指示施工人员在7月14号、15号2天将13处自来水管线连接到粪水排污管。而刘某在下达指令后，使用假证件带着全家从广西凭祥口岸出逃至越南。不过这次良渚派出所倒是很快就出了通知，说通告是他人伪造的谣言，还强调说正在追查散播谣言者。19号，浙江杭州余杭区政府发布通报，指粪水是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粒厌氧降解产生的流民类物质所导致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溯源调查中，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余杭水务公司则回应说，自来水异味是因为潮汐原水异常所致，并表示后续会给辖区用户减免5吨的水费，试图以此平息众怒。众所周知，居民用水通常是水处理厂先从水源取水，如河流、湖泊、水库或地下水，之后会将水送入净水工序进行处理，包括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流程。处理检测合格后，再进入自来水管网，之后通过支线管进入千家万户。根据中国给水排水期刊2021年7月9号刊登的《意图搞懂污水处理流程》一文，市政污水是先将居民污水通过各分支汇集后送入污水处理厂，之后经过1、2、3级处理达标后，根据情况，这些处理后的水或排入收纳水体，或进入市政管网回用，或进行地下水回灌。也有根据不同行业用水水质不同，将上一用水标准较高的单元产生的污水作为下一单元原水的，更有直接对原水进行深度处理作为饮用水水源的。从上述可以看出，
自来水系统与排污系统在现代城市设计中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管网，因此物理上不可能通过简单的阀门切换，像搬火车岔道口一样将粪水接入自来水。但是从给排水这篇文章所公开的污水出来流程来看，处理达标后的污水排放路径之一就是作为饮用水水源。如果这些污水没有达到处理标准就排放了，进入了自来水管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说是接错水管也不冤枉。其实最大的可能是和甘肃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一样，杭州的粪水也来自工业排放污染。余杭的水源来自绍溪，绍溪是浙江省8大水系之一。绍溪两岸分布有多个工业园区，包括青山工业园、平遥工业园等。入驻这些工业园区的企业涵盖生物制药、化工、纺织等高污染行业。这些行业排放的废水常含有机物、重金属和硫化物，若未经妥善处理直接排入绍溪，就成了居民口中的粪水。早在2011年，绍溪就曾因上游工业园区违规排污，导致大范围水体污染。当时也是因为居民在自来水中发现了异味，随后在水中检测出了二氧化铟、二聚环束二烯、4甲基寮苯及其同分异构体、苯甲基甲苯及其同分异构体等约10种苯烯类有机挥发物，其中4甲基寮苯及其同分异构体通常为无色或淡黄色固体，长期或高浓度接触可能引起皮肤和眼睛刺激，吸入可能导致呼吸道不适。而甲苯基甲苯及其同分异构体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基甲苯甲苯毒性较低，但吸入高浓度蒸汽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长期接触可能损害肝肾功能。这些物质都具有强烈的芬香味，化学中所谓的芬香味不是香味，而是指类似甲苯或油漆稀释剂或樟脑丸一样的强刺激气味。当时余杭水务通报说，有机污染物来自绍溪上游的离岸青山湖工业园区。媒体没有报道那次水污染的具体危害，只说部分地区停止治水，平遥镇和良渚镇部分学校停课，疑似事件影响了学校的学生。根据杭州政府的通报，这次的粪水事件是因为绍溪水源中的藻粒厌氧降解所致。藻粒厌氧降解的确是水污染的常见原因之一。绍溪作为太湖流域的一部分，长期受到工业和农业废水的影响，富营养化问题严重。在夏季高温条件下，这些富营养化水体容易引发蓝绿藻爆发，藻类死亡后分解产生流民类物质，导致水质发臭并呈现黄绿色。2007年，由于苏州太湖沿岸的工业污染排放以及水产养殖造成的水体富氧化，造成太湖爆发严重的蓝绿藻污染事件，无锡市数百万居民断水。但是爆发藻类污染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工业污染排放以及水产养殖造成的水体富氧化，因此最大可能还是绍溪上游企业突然排放含有有机物的污水所致。这些污水一下子涌入绍溪之后进入水处理管网，或者部分直接进入水处理管网，部分滞留后导致蓝绿藻爆发。当然，受污染的水源要进入百姓家，还得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余杭水务的各道水质监控工序同时失效，包括系统自动检测和人工检测，而这些检测程序按规定都是日常的常规操作。也就是说，淋到居民头上的粪水是在上游工序违规排放污水和水厂多道监控同时失效的情况下产生的。从上述环节来看，没有一道程序是天灾，都是人祸。水污染早已不是个案，而是遍及全中国。7月20号，广东河源水洞村一位网友展示，他们平时用的自来水和饮用水都是黑色的。19号，重庆市垫江县培兴镇一网友吐槽，他家流出来的自来水是黑色的，里面还有杂质和异味，并且这种现象长期存在。7月15号，杭州市文海第2实验学校200多名都出现了流鼻血等症状，该校学生总数约300名，也就是说，有2/3的学生出现了流鼻血现象。前往学校维权的家长被强制拖拽塞进面包车里带走。
还有近期发生的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其中早在2011年，浙江、广东也发生多起血铅超标事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是儿童。根据早前统计，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受到污染，90%的城市地下水不适宜饮用，20%的农田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这些数据揭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环境保护的长期缺失，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工业园区的高密度分布加剧了水体和土壤的污染，而中国环境的污染则是因为中共当局监管失责所导致的。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